地内本师释迦牟尼佛，地内文殊智慧勇士，地内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将为得数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大圆满前行当中呢，现在讲，新菩提心的学处，应该讲这个六度啊，布施度、安忍、持戒度、安忍度，还有那个，这个精进度、就精力度、智慧度啊，就讲六度。讲六度里面呢，就是现在讲这个安忍度。安忍度当中呢，有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二个，忍耐求法苦行之安忍。那么这一段呢，就主要讲我们在求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得到真正的这个解脱之法。为了成就正法，必须要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严寒苦暑来修行。我们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讲肯定会就是遇到一些违缘呐，遇到一些困难呐。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时间也经常这个说啊，就是什么这个赴汤蹈火。力求正法，就是力求正法，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呢，就像续部当中所说的一样，就是越过火山越过道山于火海，舍身护色求正法。就是在续部当中，也这个为了求得正法的话呢，那么就是越过道山，越过火海，舍弃自己最珍贵的这个生命，然后呢，就求得了真正的这个正法。以前那个佛陀在应该这个三界记呢，就是三界记里面也是这个说过，就是什么这个刻法轻重不惜生命就是刻法轻重不惜生命，就为了这个求的正法的话呢，就是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我们世间也经常说，上刀山下火海，就世间的一些这个目标的话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精进或者说是勇敢之心。那么获得了真正的这个解脱的话呢，就是更不用说。因此，在我们求学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些人这个经常就是遇到一些困难，在这个时候呢，不能以此而这个就脆弱，不能以此而就是退失信心，一定要力求这个求得力求这个正法。有往昔这个噶登派的大德们所谓的四处所谓的这个四益处，四益处是什么呢？心益法，法益于品，品呢就是益于四，四益于干和止和就是其实噶登派呢就是在修行当中讲就像汉地的禅宗一样，就是他们有特别好的这个益处就是他们有特别好的益处。那么他们呢就是有种这个四法，我们首先呢就是信一定要依法，就是不能信这个分别依靠这个其他的这个实践法，这样不行的，心一定要解脱法。那么这种法呢，就是依约品。真正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在非常丰富的物质条件当中不一定能修成的。一般来讲，生活特别简单的，像以前的这些大德们的这种生活一样的，就是生活是比较简单的这个贫穷的状态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修成的。而且这种这个贫穷呢，并不是说你正在求法的时候呢，就是很贫穷的，但后来呢，就是这个。慢慢就是成名就慢慢就这个有了名声以后的话呢，就是开始这个发财了。发财以后的话呢，就这个修行还能不能成功呢？就是不能成功的。所以这种品呢，就是一直到死亡，死亡也是在山沟里面，就是在山沟里面死亡。这是真正的一些上等的修行人来讲是非常这个重要就不管是以前现在在任何时候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应该是分很多等次的，像弥勒日巴尊者像噶登派的这些诸位这个尊者，还有一些这个禅宗的，就是很多的在这个在森林当中，在茅棚里面，在山洞当中，一辈子的是在哪里修行的这种修行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说就不管这个世间的各种这个硕士就因为他们呢现自己的这种解脱就是为目标，就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放弃一切
就无有任何后悔的，就是在这个苦行也好，就是放弃一切。以前那个华严经当中也是讲过啊，就是说这个土木技术组即如是无悔，种种求经说无有疲倦心啊，就是无有任何的这种疲倦就这种心态呢，其实是真正这个上等修行人噶当派的很多的高僧大德也是确实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求经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知道，就是唐僧这个取经的话呢，其实是在这个途中就是有这个许许多多的这种灾难就是99811的这个苦难，就是全部都抛弃，而最后呢求得正法，就是求得真正的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的话呢，真的是如果最上等的人呢，就是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山沟里面呢。这是如今也是像那个汉地一些阴处就是听说像终南山还有在这个别的一些云丘山就很多一些这个山里面呢，就是永远都是在哪里就是独自而安住的这种这个修行人就是特别多的。我们在藏地的话呢，包括在这个拉萨这个桑榆附近的一些山洞里面的话呢，也经常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隐士就他们的基本上我的认识的有些闭关的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大概是20多年呢，一直在山洞里面，他们都根本不会回来的。就是即使回来的话呢，我家乡有一个修行人他基本上就是离开这个自己的家乡都是20多年了就去年回来了，大概可能待了3-4天，就是然后当时他母亲死了，然后别人通知让他下来过后呢，家人要求他这个在家里住这个49天，他说是我住个7天就可以了，然后就又消失了。又听说在一个山洞里面，后来家人也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早就死了一样的，就也不管他了，他自己也是对家里从来都是不联系，这就是上等这个修行人。但很多人都是首先刚开始的时候当上等修行人，跟家里不联系，就是2-3年的是的有的，但是后来的话呢，就是慢慢就是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这种这个修行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他们最终呢就是也是死在这个山谷里面，死在山洞里面，在死的时候也是弥勒日巴尊者所说的那样，就是没有人看他的这个尸体。我们世间人可能觉得这是很悲惨的，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今天我们这里的很多学者年轻人可能到石头里去看了这个尸体，有些人说是这种这个看一块一块的看，就是太残忍了，就是不应该，我死的时候的是应该就是不愿意这样的。其实死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尸体怎么样也是很残忍的，只不过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就是如果你这个火化的话，那在火里面烧，就是你的整个肉就是全部都过了这个一会儿的时候呢，就是只剩下一点点灰灰，就是更残忍，就是而且我们这个就石头林的话呢，就是包括把这个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做布施，就死完了以后还要做一个大的布施，就是跟这个邀请很多的这些那个什么，就是那些这个秃鹫就是秃鹫是这个以前说是这个有些断法里面说是空行母的这个化身，就是所以这个石头林的有些深深的意义呢，就是确实需要这个深刻的了解，不论字面上或者有一些新闻上就是拍个照片，就是觉得好奇，就是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的，人死的时候你怎么样也是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是因此呢在有些新闻上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知道就是只不过是我们以前就是对这些事情呢好多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没有去关心。如果去关心的话呢，其实它有它的一些这个学问就是它有它的学问。因此在印度这个八大石头林的很多的就是以前的这个密教隐藏师他们的这种经历和包括就是他们一些修行的这种这个故事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会就是了解了很多这个印度文化和藏地文化和还有其他就是地方的一些这个佛教与这个生活相结合的种种的这种片段。那我在这里呢，就是说的是上等修行人呢，应该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这里为求法苦行的时候呢，就华智仁波切主讲这个就是真正是这个修行的上等这个修行人的一些境界。可是如今我们这些人是却认为这个修行呢，就是不需要丝毫的这个苦行和精进。很多大城市里面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去苦行就是没有必要的，精进没有必要的。他抱着在这个承办世间舒适的事情的同时
时呢，还觉得这个拥有幸福啊、安啊、民生当中修成正法的奢望，他就抱住这样的奢望，就是我一边呢就不离开就是世间的这个一切的这种荣华富贵啊，就是一切的快乐，然后还有呢就是就觉得是在这样的这个同时呢，就是可以修持正法，还觉得这种情况是在别人身上也是可以这个实现的，并且呢就经常说是就是我的某某上师呢就是非常以为这个献善的，他自己修行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太棒了，他修行的境界是如何的就是崇高，而且呢就是他对实践法就是包括做慈善包括这个摄受弟子包括就是做什么什么的太圆融了，没有我的上师那样这么好的，一切事情都是特别特别好，他出实践的修行的境界也是很高，实践的给谁哪怕不要说其他的事情，光是吃饭的时候的话，这个上师对实践法做得特别棒特别圆满，很多人都可能这样说，但是作者呢就是在这里已经指破了他的观点，就是怎么会有让这个成败呢是实践和出实践法两全其美的呢？就是没有的，就是真正的这个上等修行人来讲的话呢，那么实践法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呢，出实践做得不好的，出实践做得很好呢，实践法做得不好的，自以为实践出实践法，而则度是兼而有之的这些人呢，肯定是只能在实践法方面呢可能比较突出，就是说明不管是你的上师也好，你的同学也好，你的其他人，你觉得是他什么事情都是很棒，就是非常不错的话呢，也许在你眼里呢，就是可能是他实践法做得很好，顺你经常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很多事情呢就是可能特别顺时间，特别顺时间的话呢，他自己相续当中修行可能是不一定有的就不一定有的，实践法可能只是做得很好的，而绝对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出实践法，出实践法的这个一些境界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就绝对不可能有的。凡是像实践和出实践一举两得的这种人呢，就好像是认为有两个这个尖端的针就是来一起就是这个缝纫，就是做衣服就是那个裁缝那这样的话不可能吧？就是针呢就是只有这个一个尖端就是可以这个做就是另一个尖端不可能的，就是所以两边都是这个针尖就是这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呢就是说是水和火呢就是可以装在这个一个器皿当中可不可以？就是一个桶里面就是有放这个火有放水，就是那这两个的话呢，这两个是相位不并存的东西，就是不可能就是一个会毁灭的。实践法和出实践法也是重要的，或者呢同时这个你能骑上这个向上向下这个行驰的两匹马就是一个向上去一个向下去，就是你两者都要这个做的话，那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要么你上去要么下去，就是要么骑这一匹马，那么骑那一匹马，就是你要么下去要么上去，那这个实践法出实践的话呢，就是也是完全是这样的。显而易见，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世界上是没有一个菩提伽罗，没有任何一个人呢，就是胜过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不管是从智慧方面也好，悲心方面也好，人格方面也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就是超过这个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伟大的人这个出世过。但佛陀的话呢，就是他也没有像出实践法和出实践法同时成就的方法，因此呢他最后就是选择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托起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丢失这个唾液般的将自己的这个王位就金梵王的这样的这种这个王位呢，就是全部这个舍弃就是离开了这个皇宫，到了尼南参河印度金刚座旁边，尼南参河旁边呢，就是苦行这个6年呢，就经历苦行，精进修习，期间就是1年只喝1滴水，吃1粒米就这样来这个苦行的。其实这个太祖仁义本纪经里面呢也讲了，就是这个整个一些这个过程就是过程。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管是上师也好，弟子也好，很多人呢，就是有时候是真的，这个华智仁波切说的非常对的，就什么事情都是我一边呢就是实践法就是做着，一边呢就是出实践法也要这个圆满就是完成那这是就是显然是这个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刚才也讲的，就是水和火一样的，就是实践法是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怎么与这个出实践法这两者呢，就是完全都是背道而驰的这样。
样的这种行为。那么你出世间希求解脱的时候呢，就是世间法做不成。如果你去做世间法的话呢，那么出世间法做不成啊，就世间法做不成。所以呢，就是佛陀也是实在就是没有办法，他求最高无上的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我于无量劫具足修苦行，就佛陀也说过，我于无量劫当中具足修苦行，清净住业障得生这个智功德啊，就是得生智功德，就是他说在无量劫当中呢，就是我这个苦行清净这个罪障，就是获得才这个智慧的，就是所以呢，在他苦行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后学者呢，就是看看其实真正的这个证悟和成就呢，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或者是你一般这个一边享受一边就让这个获得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也不能太放逸了，也不能太傲慢了，对自己的根基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有所这个分析，就是才是对的才是对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呢，就是一直认为，那是不是我们去世我们有些修行人的话呢，还不能这个放弃这个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工作是不是这个永远都是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修行呢？实际上是不是？我刚才也讲了，上等修行人上等修行人，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真的是在这个山里面也好，或者是有些这个出家修行的，就是永远都是就是自己就是抛弃一切。就是昨天我们在开这个论坛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大学生也是就是羡慕有些那个出家人，就是已经很多年自己舍弃就是自己的一切这种这个家庭也好，生活呀，全部就是已经多年以来就是在寂静的山里面，或者是其他这个学院里面温室修行，就是很随喜，就是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他是这个上等者。他有没有境界是我们就是另外这个观察，但是呢，他的行为呢，应该说是我们很多世间人呢，就是做不到的事情，别人已经做得到的，这一定是不得不承认的。那么刚才这话说回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尤其是大多数的这个在家人，是不是永远不成这个修行呢？也不是，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一层一层的分很多层次的。那么像弥勒仁波尊者和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就是最上等的这种境界呢，就是我说实话，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说的特别大，但是不一定就是让成就。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在生活当中一边修行一边就是这样呢？就是其实是这个是中等修行人呢应该可以的，或者是中下等修行人呢应该是这个可以的就是佛陀也是开学，在佛陀时代的时候呢，也有在家修行人，也有这个就各种这个层次的这个修行人。你说我这上等修行人现在做不成，那这样的话呢？中等也不做，下等也不做，就是永远干脆不做修行人。那这种说法就是我们可能不合理吧？我最好的人做不到，所以我中等的人和这个比较差一点的人我们这个一般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也是，我这个就什么这个上等就是前3名我做不到，就是现在我不读书了，就是那这种选择是可能不合理的。虽然我做不到就是最好这个名列前茅的这个学生，但是呢，我还是要我这个学业要完成，我该做的我要做，我们要这个努力。因此呢，我们这里一定要知道，就是经常这个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佛法不离世间法，就是六祖也是这样讲。有时候呢，就是佛法与那个世间法呢，就是完全是相违的。那这个是根据层次来讲的。有些佛法不离世间法的话呢，这是从2方面来理解。也许呢，有一些呢，可能看破了一切，就是已经上等修行人成就了，成就以后对有些境界特别高的菩萨来讲的话呢，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以世间法来就是度化众生，就是从这个层面来讲，也可以叫这个佛法不离世间法。或者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虽然做不到这个最高的，但是中等的或者中下等的话呢，应该以世间法的这个同时呢，也可以这个修这个出世间的就是一部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即生成就最高的这种境界呢，不一定让这个成就，但是呢，我在这个多生累劫当中，对自己的资粮就是也会有所积累，就是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希望我们很多这个知识分子也好，其他的这个修行人呢，要这个观察。很多人呢，就是现在因为
其实从小的时候，如果对了解这个佛教的一些道理的话呢，可能没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很多的矛盾，然后从小的是没有成长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突然借助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当然你本来的自己的是不融合的一种习惯呢，因为一种这个信仰或者因为一种知识要融入你的这个心田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些无法这个接受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学习啊，就需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是特别重要。那么下面也讲过，弥勒日巴尊者也是同样的，这个修行的时候口中无食，背上也没有这个衣服，仅仅是依靠野草啊，野菜从事过佛而修行。结果呢，整个人的身体呢，这个心识枯荣啊，身上都是开始绿毛丛生，这个绿色的这个毛，因为他吃的那个前麻太多了啊，那个野菜呢，别人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他那个我们小的时候放牛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好吃，只不过是它上面有刺，那个你不小心的话呢，它那个刺那个一接住，自己这个手的时候呢，特别痛啊，特别痛啊。其实那个弥勒日巴尊者他做居住的地方，那个野菜呢，比较多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弥勒日巴尊者也是有一些粮食，慢慢这个全部用完了，然后好几年当中都是一直是吃这个，然后后来整个他的毛孔啊里面的是全是这个绿色的，包括他的头发的是已经变成这个绿色的了。然后慢慢他原来家里带来的那个衣服的话，那也烂了，最后一点也没有，全部都没有了。有一次不是有一群猎人打猎的人，到了这个弥勒日巴尊者那里的时候呢，他们都吓一跳，到底是鬼还是人，特别害怕。然后弥勒日巴尊者自己说我不是鬼啊，我是人。然后呢然后他们那一群猎人呢也特别霸道，他要求把一些吃的拿来，因为那一群猎人的话呢没有吃的，好几天都是没有吃到东西，然后准备抢弥勒日巴的东西，结果呢只有一点点那个野菜，其他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后来他们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在这里这个修行人然后就有一个人说是你这样修行是有什么，有没有人供养？他说我暂时没有供养，但是呢我还是这个修行。然后呢另一个人呢说是什么叫做是供养，供养有什么用？他说如果供养的话呢，对修行人供养呢积累资粮，对自己带来这个福气福报，然后呢那个人呢故意污蔑，那个猎人呢就故意污蔑，那你试一试，我来供养你看看，然后他就过来把弥勒日巴的身体，因为他本来也是这个身体特别瘦，然后他就抬上来以后有这个人在地上，他故意侮辱他，摧毁他。然后另一个人呢稍微有一点被迷信，说是最好不要这样，就算了吧。他毕竟是个修行人，我们今天的饥饿的话呢，也不是他做的，你不要对他生气。后来他特别对他不好，然后这一群呢，就慢慢就离开了。还有一群人来了以后的话，他们也吓一跳，认为是这是那个什么这个鬼还是神啊，特别害怕。后来呢听说啊，弥勒日巴好像记得专辑里面是这样讲的，听说那个对弥勒日巴特别侮辱的这个人呢，弥勒日巴都是没有给他念什么恶咒啊，没有什么。但也许的话呢，可能是护法神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惩罚，也许是他自己的这个恶劣这个出现呢，不住的这个祭天当中的话，那他就受到了这个王法，惩罚，被死刑了，然后因为那个人劝他，这个人呢就后来就一切这个生活过得特别快乐，有这个，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我们真的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干坏事的话呢，你当下不一定能发现，但是呢，在我们实践的发作的话呢，在你的基因当中有一种积累了一种这个因缘啊，就积累一种因缘，然后他需要成熟的时候呢，肯定会对自己带来这个痛苦。因此，我也特别希望，不管是年轻人，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人，在因果面前的话，那自己不要当那个英雄啊，无所谓，我来干，我来杀生，那这样的话。
话，你比如说你这个毒药的话呢，没事没事，这个毒药我来吃着，然后你吃了，吃完了以后的话呢，暂时不一定就是，但最后的时候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只有你自己这个成熟，就是这个果报是相当可怕的。很多年轻人和有些这个因为自己的这个思想和有些可能环境啊、教育啊各方面有关系，我们很多人对利害关系是不太明白的。也有这样的，所以在这里面的是主要体现的是不是因果不虚的问题，主要说是这个米拉热巴当时呢，就是他也是在那个就是别人看出来到底是人还是非人，就是鬼还是根本不知道，但这样的这个坚定不移饱经沧桑，精进的修行这个正法的，就是他是这样这个什么不做难苦行，不得一切智，好像是庄严经还是哪个里面，就是经里面也是这样讲过，就是如果没有做一番苦行的话，那就是得不到就是真实的一切智。因此像高僧大德像弥勒这边那样的话呢，也是做这样的这个苦行，就是最后呢就是获得成就。这说明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不可能就是同时承办，不然呢弥勒这边尊者啊怎么不会不知道就想尽一切办法同时成就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呢？弥勒这边尊者也是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学咒啊学这个恶咒啊这些是那么快的，就我们这个学咒和学习的话那就是很慢，就是好多人都是一点感觉都是，不过我们这里没有人这个学恶咒吧但他那么聪明，那么这个那样的人呢，就是如果真的有世间法和同世间法同一个时间当中能承办的话呢，他会办的。他当时从那个马尔巴罗在那里就是苦行很长时间，取得了正法以后，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当时看见他家里的房子呢已经倒塌了，然后母亲呢已经死了，并且呢就是他的尸体都已经埋在那个地里面了。然后他家里有一个特别珍贵的大宝基金，大宝基金呢就是变成也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七零八落，就是里面就已经这个就变成尿槽，就是尿槽。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就很上心，就是把那些生下来的大宝基金呢，就是拉上来，然后呢，就是觉得是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在这个时候呢，是哪一个说的？就是有一个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有一个人呢就告诉他，就是弥勒日巴，你不要伤心啊，就其实你现在呢，就是从哪里就是已经学了很多的这个知识回来的。那回来的话呢，你也是应该修一个很好的房子啊，像你的马尔巴罗扎瓦一样的，就是你的上司那样，就是去一个你应该借这个原来的你的未婚妻，就是叫这个什么是结塞是吧？什么？哇塞，结塞是吧？啊，哇塞，哇塞，对，就是借那个就是什么借势啊，就借过来，就是一起这个过非常这个幸福美满的这个生活。当时呢，弥勒日巴就是尊者说，上师虽然能这个做所做的一切这个高尚的这个行为，但是我呢就是没有这种这种修行的境界啊，就是说老虎这个跳跃的地方的话呢，就是青蛙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跳，就是后来就是这个人呢，他也就是知道是有些这个修行呢，并不是只要这个消防就已经这个可以了，就是也有这种说法。所以弥勒日巴尊者的话呢，就是他为什么是苦行呢？他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抛弃一切的话呢？其实真正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啊！现在极个别的人都是对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有些传记啊，就是也有一些这个说法。但是这种说法的话呢，因为一般来讲没有真正这个受过系统这个训练或者是系统学习的人的话呢，他什么都敢说，什么都会说的。这是不要说我们这个佛教，就是世间法当中也是，尤其是去了一些这个自由的国家的话，那就是有些就是像疯狂般的，就什么都要说。就是觉得是什么都能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他很出名，就是他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所以呢，我也以前就是说过，就是对弥勒日巴的传记也好，对高僧大德的传记，包括对特别就是有价值的这些故事的话呢，我们这个年轻人呢就尤其是现在分辨量比较重的就这次我们这个参加的这个这些学会怎么说就是研讨会的这些人的话呢，以后在这个人生旅途当中应该要值得注意不能把全部都
这个推为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密信呢，或者说是一些历史的这个垃圾当中啊，就这是最后呢，就是自己可能就是年老的时候呢，也会这个非常后悔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要有自己要有智慧，就这个很重要，就是应该要分清这个真与假，就是这个很重要。所以米拉这帮呢，就是当时也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当时大成就是《金刚经》啊，就是《金刚经》呢，就是它这里叫这个梅龙多记，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历史宝马论当中也是有它的故事，就是它。大概是那个好像27岁的时候吧，就是大概是多少岁的时候啊？好像在9年当中啊，9年当中只吃过一个拉克树皮，而修行正法，最后获得成就。这是悟光尊者的一个上师啊，就是其实他的这个传记也是非常感人的，在那个寂静的地方呢，就是一直这个苦修，就是也是拉克是一个树啊，就是在藏地也有很多地方是有的，它的树皮是一般就是吃起来对嗓子没有什么这个损害的，就他一直吃这样的。汉地也有这样的，以前那个莲池大师吧，莲池大师呢也是他说过，就是他说是这个什么草食生空腹，毛汤过陆具啊，就是露天的那个居住者，人生戒之主，烦恼意识处啊，人生戒之主，烦恼意识处。所以莲池大师的意思呢，就是说真正的一些修行人呢，就是他在这个山里面呢，就是他这个吃一些野草的话呢，就是完全的是可以这个存活的。还过在一些茅棚里面的话呢，就是也是过得特别快乐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生需要就是了知这个知足少欲。如果知足少欲的话呢，那么所有的烦恼就是一扫而空，就是全部都就是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人也的确是生活太复杂。生活太复杂化了，生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人的这种压力越来越大，痛苦越来越多。这样以后的话呢，始终是没办法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啊，尤其是作为修行人的话呢，真的是就比较这个简单的这种生活，不仅仅是修行人，实践人也是这样的。如果生活越来越简单的时候呢，就是不会有就是非常多的这个苦恼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以前好像是也是这个大美禅师吧，就是他也说了，就是说是一次合也一无尽，说什么怎么说的？就是松花是有益，就是说是一个莲花池里面的这些这个树叶呢，就是如果穿上的话呢，这个无尽无边的这种衣服啊，就非常好的这个衣服。然后这个松树的这种花果吃的话呢，那么这是最好的这个食品。其实汉地也是有禅宗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禅师啊，他是完全是依靠一些这个一些野菜啊，或者说是一些水果啊，来这个从事就是圆满就是自己的一生。就是当时大美禅师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在一个山里面就是找到了，就是他的同修找到了，然后呢让他这个回到寺院的话呢，他就不愿意了，他就写了一个这样的这个寄送啊，我原来好像讲过，就是就写了一个寄送的话，那就是又这个消失于这个山里面了。后来的话呢，就人们都不知道他的这个去向。真正的一些修行人呢，就是真的在山里面，就是死于这个山里面，就是找不到的啊，就真正的修行人是找不到的。同样的，全知悟光尊者也是在那个好多月当中啊，这仅仅是吃这个21颗随饮丸子为生的，还有那个好像传记里面记得是三藏生那个青稞，就是那个藏爸爸，就是当时他在2个月当中，这个三一青稞那里，他医治这个噶玛兰扎这个尊者啊，就是噶玛兰扎尊者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这个苦行那么他下雪的时候，冬天下雪的时候呢，就钻进一个这个就是牛毛棚里面，就是那个牛毛的这个袋子口袋里面，然后这个口袋的话呢，就是既做衣服又做呢，就是这个晚上的这个坐垫呢，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是没有的在此这个期间呢，就是在从这个出世间法方面也是这样，这个艰辛苦修的。
其实无光尊者呢，在这个整个历史上是真的是非常这个伟大的这种这个成就者啊。就后来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做的这个七宝藏啊、三修习啊，这些都是这个真正这个成就者的这种金刚语啊，就成就者的金刚语。所以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都有一段这个苦行啊，就是都有一段苦行。所以呢，我想我们尤其是这个求学的人啊，就不管是求实践的知识也好，求那个出实践的这种境界的话呢，应该努力，就是不要特别的复杂。现在是很多这个信息的话呢，每天都是分着它来，就是有很多的分别念和有很多对这个修行的委员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就是多之有主啊。每天都是面对就是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自己就是真实的修行都是真的是没有的，就是所以我都有时候在。大概是可能3、4年以来吧，就是我真正的这个苦修的这种条件和因缘都是不具足，但是尽量的在学院的时候呢，就是下午就是把这个电话就是关这个几个小时，就是清洗自己的头脑，就是就像我们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清理这个磁盘的话，那就是就最后的是已经这个开始中毒了，就开始不行了。所以我们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如果每天都是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一直充斥着自己啊，就不断的这样一直没有清理的话呢，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可能真的是有点这个出问题，也不知道，就是所以有时候呢，稍微这个心静下来，然后念个什么经啊，就看看一些前辈高僧大德的书啊，自己稍微放松一下。我们没有条件像古德一样的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呢，永远都是云集在山里面，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机会。但是其实城市里面的话呢，有时候自己真的是有一些有这一颗心的话呢，就是恐怕是你不说是这个好多天呐，就是但1、2个小时你自己稍微安静一下也是可以啊。就现在很多人吵架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我想安静一下，我想静一静，我关一关自己的心态。其实他特别深沉很些，实在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我想安静一下就不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想的了，很多人是这样讲的。但那个时候的这种修行跟我们这个平时的真正的修行有点不相同，就是那个时候他实在是特别生气，就是然后呢，就是对他是一种这个反抗的这个闭关。诸如此类的公案呢，就是应该是相当多的啊。就是往昔所有的这些成就者，全部都是这个现实的说是呢，就是抛之脑后，精力苦行，精进修持而获得了如此的这个大成就者。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承办世间术士的同时，在具足幸福安宁名誉中顺利修行而成就的真正是像毕生成就啊，就是非常这个高的这种成就呢，就是应该是没有的。有些实践人的话呢，就是也说的大话特别多，但是呢，真正这个我们很多汉地的禅师的一些话的话呢，就是看破什么这个放下自在啊，就是先放下，然后看破，再获得自在，或者是先这个看破了，然后就放得下来，放下以后呢，才获得自在，这是很多修行人的基本的口语。但我想70%、80%的就。可以说是90多的人吧，就是大多数的人现在是完全就是像那个以前一样，就是放下的话呢，这是确实是不现实的啊。不现实的话呢，那么我们中等修行人应该是可以做的啊。在这里面就是为佛法而苦行，你应该要做啊。就现在有些人为了就是听课，为了听一些佛法，就是自己付出一些，这是应该值得的啊。就我们看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和高僧大德们以前在求法过程当中是怎么样苦行的。所以呢，应该要了解这个。以前那个慈明无为主啊，也就是智悲光尊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修行人若入丰富住室，住处舒适，施主先生当样样具足，那正法还没有成就之前的话呢，魔法已经成就了。就是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对呀就是一个修行人呢，他吃的也有，穿的也有，就特别特别圆满，就是特别这个居住，而且住处也是特别舒服。就是1间房子不行，2间房，2间房不行，3间，3间房4间，5间6间，就很多修行人都是特别特别就是奢侈啊，就是一直是像那个把自己的这个住处啊，今天也要啪啪啪装修，明天也要嚓嚓嚓。如果没有找到这个工人的话，他自己拿一个这个钉锤和钉子，就然后咔咔咔咔。
那就像那个把这个住处啊，就是什么这个吃的穿的，就是全部都圆满了。还有这个施主也是不断的这个一个月当中就是不断的给他这个祭啊，就是现在既不像以前一样的，现在以前那个施主的话呢，就是这个山上的修行人就是到这个山底下，就是或者是山下的这个施主呢要到山上来，就是所以米拉日巴的道观里面也是说是城里面的施主和山上的修行人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如何就是就制造这个解脱的这种这个什么这个未来等等，就是这样说的。但现在是不需要的，就是打电话，就是在山里面的修行人打一个电话，哇，就是然后那个山下的修行人呢，马上把对山上的这个修行人的卡里面就是花钱，花完钱以后，修行人呢就马上这个享受就可以了。所以有时候是电子化和信息化的这个时间呢，对修行来讲呢，就是也是有方便，就是确实有些修行人呢，可能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就是非要就是以前有些哪怕是可能一代这种粮食的话呢，就是花这个好多天的这个时间，现在不需要。现在这个一方面，如果让修行的话呢，很多僧缘都方便，但是修行不好的话呢，施主也具足，持子也具足，传的也具足，住处也具足。可是，在那个时候呢，真正的佛法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就是魔法已经这个居住了。魔法是什么呢？修行散乱的因，修行一直修不成的。愚则贪泥养，不见其过患，就是应该佛经大庄严论经里面也是这样的。愚则这个贪泥养，不见其过患。什么泥养原生到善行灭不生啊，就说的非常清楚的，就是作为愚痴者的话呢，就是他一直贪着这个过患啊，贪着这个泥养财富，他根本不知道就是他的这个过患。真正的这种这个泥养啊，就是名声也好，财富也好，或者说是这些这个住处也好，特别好的话呢，对他的修行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障碍。因此呢，其实特别这个简单的这种生活呢，就是对你的修行是真的是非常这个有利的啊，就非常这个有利的。因此我们整天的是就是贪着一些力量的话呢，不知道这个过患。现在很多修行人呢，真的是也算是魔法时代的这个象征，就是我们在经常那个互相辩论或者提问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很多人呢，就是经常这个说什么某某修行人呢这个他的这个生活条件呢，就是包括这个洋房啊、轿车啊，然后什么的这个具足，但是他具不具足，就是所谓的这个修行人或者说是上师的这个法相啊，我都是在不同场合当中也是考虑过这个问题，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一概而论，所有的这种事情全部不合理的话呢，我们可能不敢说，因为确实有些这个大成就者的话呢，就是他对这些财产呢虽然有具足，但是呢就是不一定是单指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呢，他就根本不知道就是他的这个厉害，他就一味的就是贪着这个世间法拼命的去寻找，最终的话呢，自己和他人都这个堕落，就是供养者呢，就是因为自己福报不具足，没有遇到特别殊胜的这个功德天啊，就功德天。然后功德天他自己的话呢，本来也是目的都是这样的，他不是目的都是解脱的。所以我们经常在经论当中就是说，这个寻找善知识的时候呢，先观察这个上师的法相，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自己不是上师，作为一个修行的话呢，应该在自助少欲的生活当中修行呢，对你的修整呢，肯定会有很大的这个方便啊。所以作为这个修行人，无论是处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如果条件太好了的话，那么就是对你的修行呢，的确也是不利的啊。就这一点是这个事实的，但也没有必要就是过于的自己虽然是有这些就是一些条件，然后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很多都是我一定要当一个上等的这个修行人，就是也不捣蛋，就是然后什么这个事情的是非要就是做这个苦行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包括在自己家里面有的那些衣服啊，就是全部扔出去，然后所有的这个吃的就这些的特意就是吃一些特别差的东西。但这都是如果你永远能坚持的是可以的，但不一定能坚持。人呢刚开始的这个社会修行呢，我们经常也是说是就刚开始的修行者的话呢，就是佛在自己的心中，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修行者佛在这个天边，就是所以说有时候呢刚开始有一些特别就是迫切的信心呢，不一定就是马上这个永远都是让这个持之以恒。但总的来讲呢，我就特别佩服有些那个
个常年就是10到20年，就或者是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对这个佛法起信心啊，自己的行为的话，那就是他不贪着那些这个财产，就不贪着那些这个名声，就是只是一味的，就是向着这个佛法和利益众生，就这种精神是非常可嘉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很多都是真正的这个佛教徒，大家应该把这些道理啊，就是好好的这个向着。其实真正的一些财产的话，以前阿育王经里面有一个公案呢，就是你如果单着它的话，始终是不能这个成就的。有一个尊者呢，就是他那个去这个修行啊，修行是一直是没办法这个成就的。后来呢，就是叫什么这个优婆基尊者吧，优婆基尊者呢就告诉他。就你，因为你担着这个你自己的身体，担着你身体的这个原因，让他趴在那个一棵树上面，然后他就趴在那个树上面的时候呢，让他两只脚这个放下来，然后这个人很害怕，就是两只脚就是两只树都是在上面，就是一直抓着，然后叫他就是一只树放下来，一只树放下来的话呢，现在整个身体呢就是靠一只树来支撑着，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优婆基尊者就是要求他另一只树也放下了，而且下面都是这个万丈深渊，就是特别深的。然后他说我不能啊，我现在如果这个放下来的话呢，就是我只有4路一条，就是我看怎么办呢？我这个身体怎么办呢？后来那个尊者呢，就是要求他放下。后来想我一直上师的话呢，不管怎么样，依教奉献，然后一定要对担着这个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执着吧，就是一下子就是放下了。放下了以后的话呢，他就当下就是没有这个堕落，就是获得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声闻经部当中都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公案，所以当我们真正就是对这个身体也好，财富也好，就是执着执着放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才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这种这个世界呢，就是展现在自己的眼前。就是昨天我们这个研讨会上面的有些老师呢，就是也给大家讲了吧，就是对年轻人也做了一些就是教诫啊，以后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对这个欲界众生呢，就是轻欲的这个执着啊，当你这个执着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执着这个对方的时候呢，确实是就很多这种快乐就是会这个浮现在你的眼前，否则你越执着越痛苦，越执着越痛苦，最后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选择这个自杀，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世间的所有的欲妙的话，永远不变是不可能的，就是所以什么都会这个发生这个变化。当变化的时候呢，你的如果执着没有放下来的话，一定会是在生活当中也是出问题，修行当中更不用说了。犹如夏拉瓦尊者格西他说是这个，如果从心定深处想修法，那么呢就是必须要自行一越贫穷，贫穷一直到死亡。假设能升起这样的一念的话呢，那么就是天人归当这个三者必定不会呢就是让你这个为难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放弃一切的这样的心态有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护法神鬼神人全部会帮助的。有些人自己就是放下一切，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就是当一个修行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直这个遇到一些违缘困难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从历史也可以证明的，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最后也是没有一个人就是饿死的，没有一个人这个冻死的，就是所以一般来这样呢，就是跟这个修行人跟其他的这个世间人不相同的。其他的一个世间人呢，就是我不想干工作，我不管怎么样把所有的事情放弃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饿死的，就是其他谁都不管你就有这个可能。但是修行人的话呢，只是依靠这个三宝的加持或者是依靠这个护法神的这种护佑的话呢，就是最后呢就是不会就是成功的，就是会成功的。弥勒日巴尊者也是，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是我并无人问，若是无人苦，能使此山中瑜伽信一座就他在山洞里面唱这些道歌就是他说我现在这个住在山洞里面是特别快乐的，我生病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这个问我，我死的时候呢没有人哭，我如果
这样的这个状态死在这个山洞里面是多么幸福啊！瑜伽师的心呢，就是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我们的想法是完全，尤其是现在世界城市里面的人的想法是完全是就是不相同的啊。就很多人呢，我死的时候，我病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没有人问我怎么办，我死的时候怎么办？没有人看。尤其是现在不信佛教的很多这个在家人呐，就是他们的这个什么孩子出了家啊，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修行的话呢，他们特别伤心。伤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我的孩子这个出家了怎么办呢？我生病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死的时候怎么办呢？那生病的时候就是应该该死就该死，就该活就该活。死完了以后的话呢，尸体就是怎么样处理也可以，不处理也可以。如果我们心真的那个宽阔一点的话呢，就是人死完了以后尸体怎么样也是他也不会就是这个就永远的是变成一种金刚身一样扭着对危害众生，就是应该没有什么的。但是想不开的，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很多这个一些很高的境界呢，就是给这个所有的人推向是不合理的。但是确实弥勒日巴有这个境界，就是他说啊，就是病的时候没有人会是最快乐的。我们不是这样，我生病的时候一定要有人问我，不然的话没有人问的话，我可能就是特别伤心痛苦啊。然后他说，这个门外无人迹，室内无血迹，冷死此山中，瑜伽行一座。我的这个门外面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人的这个交易，没有客人，没有来往啊，没有来往。然后无室里面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积累财富的这种血痕吧，就是意思是我们现在世界人呢，就是在里面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吧，就东西也特别多，分辨量也特别多，然后还有老鼠也特别多，就是然后什么东西都是特别多，就真正的山洞里面的瑜伽师呢就没有什么。像弥勒日巴的话呢，一群道子来到山洞里面的时候，他白眼三更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摸，然后呢，弥勒日巴就开始这个大笑，就是然后那些人说你为什么笑？他说我白天的时候摸索也是找不到任何东西，你那么黑黢黢的夜晚，这怎么会是能找到东西呢？所以弥勒日巴就很开心的，弥勒日巴的这种欢笑的这种声音跟那个他的妹妹的这种痛苦的声音呢，两个这个一个笑声和一个哭声在山洞里面交织在一起，就是然后呢就是发生了就是另一种声音，就是有些那个也有这样，就专辑里面也有这样的比如说一个瑜伽师的话呢，就是真正的修行人，他遇到了一些痛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觉得非常稀有，就是他感到就是发出这种笑声。另一个人呢，就是可能特别痛苦，就是让痛苦的声音跟欢笑的这种声音呢，就是也会用但这是一个真的是就是修行境界特别高和就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看待是恐怕是不理解，但是我们也应该要知道说就真正是境界有境界的时候会这样的，就死在这个山里面的话呢，就是修行人就是很快乐的。何居无人闻，此居无定处，冷死此山中，云者行一座。就是弥勒日巴说，在山洞里面，今天想出去的话呢，也没有人问；今天住在这里，明天到哪里去的话呢，也没有什么这个约束啊，没有什么约束。那么就是自己无主，就是无有这个定处，也无有束缚，也没有什么领导，也没有什么亲家的，就是就也没有什么这个说妄语，就是一定要欺骗别人啊，不然的话，就是我下去以后怎么办呢？就是没有这样的，在这个山里面。但是呢，我想没有到达这种境界之前呢，也自己的最好不要脱离这种群体，不然的话呢，有些人就是一下子就我也像当弥勒日巴一样，就是脱离这个群体。我们这边有些发心人也是有这样的就就听说一些其他上师什么就非常好啊，就是然后自己已经离开了，离开以后的话呢，过一段时间想进来也是进不来了，然后在外面呢，就是好像漂泊不定啊，就非常痛苦的。最后的话呢，好像回到家里呢，就是家人也不理；回到哪里呢，哪里也是没有。就是最后中间漂泊好几年以后，就是一直眼泪这个洒向大地，就是就给这个世界的人们就是给一种这个温暖，就是给一种这个快乐，是吧？就是这种眼泪。去处就所以说这个去处无定，就是死在山里面就非常快乐。服食未食虫什么未虫食，血脉未闻迹，血冷死此山中，瑜伽行一座死的时候尸体呢，就是一些那个虫就吃完了，然后血呢就是跟这个其他
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虫类的话呢，就是也写完了。那如果人死了以后，就是没有人看，没有处理尸体的话，那就是多么好，所以弥勒日巴的这种境界呢，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确实，我刚才为什么说是这是上等修行人，我们都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还是最近我看到很多佛教徒啊，就是他们的发言当中的话，那真的是有利益众生的一颗心的，自己也是有这个修行的一颗心的，所以我们这个不能就是到弥勒日巴的这个尊者呢，不能灰心，就是我也在想，只要让这个自己哪怕是修一天1个小时的话呢，就有生之年当中努力的这个修行，闻思修行，然后哪怕是对一个众生暂时的一点缓解一些痛苦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努力。这就是佛教的这个谨慎，就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这些轻重呢一定要分析，所以我们必须放下一切世间的贪执，视之随风而去，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什么这个苦暑严寒而修行正法，还有一些下面第3个是不为神圣法义而修安忍，就是当听到神圣的空性实相，尤其是远离亲族自性大圆满的实相敬仰，超越3恶因果的12大金刚大小，稀有8句等法语的时候，切切不可生起邪见，并且前方背脊毫不颠倒的数次，他们的密意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有些人就是听到一些空性的法门呢，尤其是密法里面就是12大小事呢，稀有8句啊，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那个七宝藏、居易宝藏论啊，上师的直直行心的注释里面都有。直直行心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那个智断要诀啊，就智断要诀的注释里面都有。这些是一般讲起来就是特别就是可怕。比如说这个地狱众生的心跟那个普贤如来的智慧是没有差别啊，地狱和天堂无二无别啊。那这些是一般这个修行人是没办法接受。其实禅宗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包括圆觉经呐、楞严经呐，这些里面也有很高的一些境界。但这些人呢，就生气，就比如说这些空性的道理呢，一听起来的时候，有些自己以前没有闻说过的人呢，就马上生起这种恐惧心，这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要不颠倒的结束他的密意。其实佛陀所说的很多道理是有密意的，这个密意一定要也知道。否则，如果生起邪见或者精心诽谤的话呢，就成为设法者，特别可怕的啊！就是这种罪业呢，就是在无数的戒当中是不能从地狱的深渊当中获得解脱。以前乔美仁波切也说了，就是我们听了这个3法的功德和2法的过患，还有这个地狱的这种这个苦数和数量等等，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以为就是这个是不真实的，而产生邪见的话呢，那么造无间罪还要更严重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解脱，就是这样的这个无戒的这种罪业当中，也一定要发露这个忏悔，就是这个意思。曾经有那个2位这个就是秉持12突突行，就是在小乘里面12突突行是我下面有这个解释的。这个12突突行的2位印度的比丘呢，来到阿底峡尊者面前，当时呢就是尊者给他们宣说任务的时候呢，就是这2位啊满怀欢喜，就非常高兴的。然后当他讲到了这个法无我的时候啊，就这2人是万分的恐惧，就是非常害怕。他们都说太可怕了，就是请这个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再不要讲下去了，太可怕了啊！就是，然后阿底峡尊者也许是故意吧，就是他就给他们念那个心经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即是色。这2人呢，就是双手就是捂着耳朵就跑了，就非常非常可怕。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就是确实有时候讲一点就是简单的什么是人间福报啊，然后慈善呐，就是讲一些就是像那个就是慈悲啊，就是和平啊，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些人都说啊，对，佛教是很好啊，听说你们这届佛教也讲和平啊，就他就对和平还是很感兴趣的。
可是给他讲一些空性啊，讲一些这个不要说密法，就是我们讲这样的一些般若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活不平了啊，就是人很害怕，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听这个台湾这边有一个法师的是。他就经常讲一些这个阿含经啊，还有一些这个别解脱经里面的有一些道理，然后呢，这里面的有些断章取义的去一些分，然后通过网上通过很多这个渠道呢，就是说这个密宗的咒语就是不合理，密宗的经典不合理，确实我看过，就是特别可怕，就是特别可怕。而且他所说的是完全是，比如说卢群比丘呢，就是当时在外面只是通过持咒来化缘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说是不能以持咒来就是迷惑别人，就是然后把这一段话拿来，就是他不知道前面是怎么，后面是怎么，然后呢，后来的什么这个楞严咒啊，什么很多咒语的话呢，应该是后人塑造的，就是这些人真的表面上看呢，就是像悟光尊者所说的那样，像昆虫般的眷属是很多的，但实际上是都是自欺欺人。就是说的是非常对的。说我们现在人呢，如果智慧没有成熟的时候呢，无论是他这个以佛教徒的身份，还是非佛教徒的身份，造非常可怕的业啊！就是对大乘佛法的这种诽谤的话，那这种不是我们一般的一个区区小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啊，特别可怕。比如说，我从来都是没有学过任何量子力学的话呢，我要想站起来，就是我只读过小学1年级，然后我要就是抗议，我今天开始都是推翻量子力学的所有观点的话，那能不能成功？不可能。有一些人的话呢，很可笑，量子力学到底是什么叫量子力学都不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发疯了还是什么？就是旁边学过这个原理的人是会明白的。所以我们现在对大乘佛教一无所知的有些人的话，对这个空性啊，一说这个空性法门呢，不是这么合理的。那空性的基本概念都是有些人是根本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有时候真的是这个诽谤大乘法什么这个入大乘论里面就是讲过，诽谤大乘法决定去恶道，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一定会是他们是入恶道的。当时阿底峡尊者也是十分伤感的，就是说如果没有慈悲心，没有菩提心来修炼自己的话，对自己的生死法门不起诚心而仅仅是依靠此一份清净的戒律是不能获得任何的成就。现在很多有些小乘者就是这样的，现在世间人也是从来不研究佛教，从来不知道佛教，然后口口声声说是这个地方不对，释迦牟尼佛的什么什么就是这个地方不对，话特别可笑。就是说实话，有些人就是对这个真正的这个，哪怕是可能中国根本会论的，让他学习一下，他就最后到了这个到了学了一品以后，就在这个没办法下去了。就是虽然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这个名称就是有些特别傲慢，这种傲慢的话，愚痴而傲慢，并不是真正有功德而傲慢。因此对这个大乘佛法和对释迦牟尼佛的光大无边的这些知识呢，一般的一个区区小人来这个站起来说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说实在的，就是说实在不那么容易的。所以包括有些佛教徒呢，就认为就是对大乘对密宗对那个整个佛教呢，就是有一些非议的话呢，这是自己就是造恶业而已的。如果真的有那种本事的话呢，就是可以跟那个一些这个各系一些这个法师堪布就是可以辩论一下，但辩论一下不需要3分钟，就是3分钟就肯定他的所有的思想就推翻了，就是最后呢，就是自己可能就是今生当中也是失败，就是然后这个来世的话呢，就是堕落，就是2个字。往昔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许许多多增上慢的比丘听到这个真正空性的事宜的时候呢，就是口吐鲜血而亡的，并且呢，就是堕入这个地狱当中的这样的公案是非常多的就以前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些人对这个空性不理解后来呢就是诽谤以后呢就是堕入。其实我们最好，我希望呢就是不要这个诽谤就是对大乘诽谤的话呢这种因缘具足。不仅仅是一个因缘，但是你的这种因具足的时候呢，真的是就像我们实践的一个简单的一种化学实验的话呢，你那个这个氢原子跟那个这个氧原子具足的时候呢，
去产生税，就是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么你诽谤的这种阳原子的话呢，本身自己有恶意的这个氢原子，那么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肯定会是就是堕落的，就这个是没有什么说的。所以我们经常有些啥不可能的，那么三宝的加持那么你们不可能的，其实是这个我们也没有任何就是否认的理由。你心里面有这种信心，然后三宝的加持这两个因缘具足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呢就非常巧合的就成就了啊。就前一段时间很多知识分子的话呢，我跟他们说开玩笑，就是我们都是不是变成一些老年人一样的，就是说神通啊，说其实不是，真的里面有很多深奥的这个问题。自己的心性具足，三宝的加持和一些功德，这种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有一些一般的一些这个常人就是无法这个成办的一些事情呢，就已经具足。但有些人为什么是自己已经这个祈祷了，但是这个还这个事情没有成功呢？这个是你一方面的因缘具足了，但另一方面的因缘就不具足的也是有。比如说我业力非常深重，我本身对这件事情呢就是不让这个成功的话呢，那三宝的加持的这种元素肯定是有的。可是我以前的这个我的这种因缘呢，就是还要这个受一些限制，就是在我的这个元素上呢还成问题，就是所以我们在有些因缘关系上面的话呢，其实是至少也是学一个基本的实践的概念的话，那就也会明白很多的道理啊。因此，我们应当要深深正法以及宣说此法门的菩提切露，从内心深处升起这个升级性或者是恭敬心啊，就宣说空性的人，宣说这个空性的这些法门的话呢，我们最好呢就是对他升起信心。我们自己实在是没办法通达的话呢，就哪里有这个学习空性法门的话呢，就这些人也很了不起，这个法也很了不起，我应该升起信心。倘若因为自己的智慧浅薄而实在是不能升起心结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千万不要去这个诽谤他啊，就是千万不要去诽谤他。空心水影所不应言非出，若言语非出，甘露气味度啊，就是以前好像在那个大乘名言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是空心呢，如果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就是讲，但是如果这个非法器啊，这个因缘不具足，对方的这个接受能力特别差的话呢，你最好是不要给他讲。如果讲了的话呢，原来这个空性法门本来是像这个甘露妙药一样的，但是甘露妙药呢，就是很容易变成这个毒药啊，很变成剧毒，就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这个佛法当然是对每个众生来说是有利的，可是你自己的法器就是有染污的话呢，那么就是最终呢就是也不一定是这个有利的。因此我们尽量的就是自己智慧浅薄的人呢，就是不要去这个诽谤他啊，就实在是你无法接受的话呢，我不说他。有些人就是这样嘛，反正我不懂，我不说他，就算了，你们学你的吧，我不管他。就有些就是听说是有一个句子啊，就是她的丈夫就是天天的，他一边这抽烟，反正你学你的，我不懂他，我也不说你的什么，反正我抽我的烟。就这种还是明智的选择，就是你也不诽谤他，你也不支持他，反正他搞他的事，我抽我的烟，我喝我的酒，就这样的话呢，虽然我在另一个方面造业，但是另一个方面呢没有故意去诽谤。有些现在智慧稍有一点点智慧，但是这种智慧特别浅薄的人呢，最爱就是说这个这个佛法的是非啊，就是出家人的是非啊。其实我们就是没有必要就是造这个课业，这种也是很可怕的，就应该就是清净自相续，就是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里作者也说是，那么尽量断除妄加诽谤更为重要啊！就是大家在座的人呢，因为我们学法并不是光是口头上，就是或者是表面上这个说一下就可以，应该是在自己行为上呢，让这个制止一些恶行，就是特别重要。所以呢，就是尽量不要诽谤，就是就是大乘佛法啊，就是不要诽谤大乘佛法啊。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mse thobanya tonne de jana pase k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nen droa sho bandran gara badna sadar bandran gara badna sadar bandara gara banma sadar do